1月8号起，中国对新冠病毒感染正式实施乙类乙管，有序恢复中国公民出境旅游。大多数国家对中国的举措表示欢迎，然而还有少数国家却罔顾科学事实和本国疫情实际，执意针对中国采取歧视性入境限制措施。针对这些歧视性措施，世卫组织也呼吁各国要尊重科学，而多个国家也对中国游客表示欢迎。From the information available to WHO, the SARS-CoV-2 virus variants circulating in China or those that have already been seen in Europe and elsewhere. For those countries in our region introducing precautionary travel measures at this time, we are calling for such to be rooted in science, to be proportionate and non-discriminatory. 当地时间10号，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主任汉斯·克鲁格在新闻发布会上明确表示，中国新冠感染人数增加不会对欧洲有重大影响。他还表示，中国一直在分享病毒测序信息。实际上，克鲁格是从专业角度对欧盟此前的建议进行了批评。上周，欧盟强烈建议成员国要求所有来自中国的旅客提供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对来自中国的旅客进行核酸抽检，对阳性结果进行病毒测序等。但欧洲疾控中心随后表态称，目前不建议对来自中国的旅客采取措施，拒绝了欧盟的强烈建议。此外，在11号举行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了近期重点机构和重点场所疫情防控的有关情况。专家表示，当前国内新冠病毒感染疫情仍处于不同流行阶段，仍需继续强调做好个人防护，科学规范佩戴口罩，阻断新冠病毒传播。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进一步加强新冠用药价格监测和管理，全力做好新冠治疗费用的保障工作，着力减轻参保人员的经济负担。国家医保局呢，刚刚制定了新冠乙类乙管之后优化治疗费用、医疗保障政策的一个通知，其中明确的延续了现有的目录诊疗方案内的目录外药品医保临时支付的这么一个政策。先行支付到今年的3月31日。今天的发布会上，英式是高频词。那我注意到会上提到了多份近日发布的文件，这些文件呢也都是新冠病毒感染实施乙类乙管之后各部门公开的配套措施，这也是我国防疫措施英式动态调整的体现。那多位发言人今天纷纷提到，我国疫情防控进入了新阶段，当前的工作重心是保健康、防重症。那重点人群、重点机构、重点场所仍然是防控重点。1月11号，国台办举行了2023年首场新闻发布会。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就近期美台勾结等相关情况作出回应，强调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决粉碎台独分裂势力谋独挑衅和外部干涉图谋。针对美国一些智库近一段时间围绕台湾问题与台海局势频频推出一些所谓报告，马晓光指出，这是打着学术研究的幌子，干着精心算计的勾当。1月9号，美国智库机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布针对台海战争兵推报告。此次系列兵推共进行了24轮，时间设定在2026年。根据他们的说法，全数结果显示，解放军无法在3周内成功占领台湾，各方付出惨重代价，最后美日和台湾地区惨胜。据报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在去年8月也曾做过为期1个月的兵推，时间同样设定在2026年，当时进行了22轮推演，声称有18次成功阻止解放军。此外，美国军方去年4月也曾分析解放军攻台可能出现的4个场景，其中1次台湾遭闪电占领，其余3次则成功抵挡第一波攻击。有岛内舆论认为，美国智库与军方频繁就台海局势进行兵棋推演，或许意味着美国正在为台海冲突进行相应准备。事态发展到现在这个情况，恰恰跟美国方面不断的进行研究，不断的在其中搅局，不断的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去人为的制造紧张局势有关。就是这一次只不过可能是美国的其中一部分的这个势力啊，为了这个彰显自己的存在，那么去做了一个相关的宣传。那么其实我们说，从美国的军队、从美国的政界、从美国的方方面面，类似的推演呢，应该来讲远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多得多。对于美方的兵推，有岛内网友批评称，为何要以台湾为马前卒，真的很可恶，要打自己去打，不要来破坏百姓和平安静的生活。
还有网友表示，还没过年就讲笑话，这兵推假议题每日才不会参战。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在报告中承认，美国和日本损失惨重，损失了数十艘舰船、几百架飞机和几千名军人。美国至少有2艘航空母舰被击沉，并损失10到20艘大型军舰，约有3200名美军将在开战3周内阵亡。日本除了驻日美军基地遭到攻击外，自卫队预估也将损失26艘军舰和100架战机，美军全球地位将遭到严重影响数年以上。台湾海军退役中将蓝宁丽认为，这场兵推显示美国人不安解放军战略战术、兵力运用与军事辩证，不安中国的战争哲学。台湾陆军退役中将帅化民则认为，美国人是在为不出兵找理由。这一结论实际上在暗示美国不会出兵介入台海。你看我战损这么多。美军也损失这么多，日本也损失这么多，这就是告诉美军说我们不能去啊，我们不能去，对，不能出兵，航母更不能去啊。他就是给一个不出兵的理由。将来你不要怪我啊，我算过了，这个承受不起的损失，这个结果就是给不出兵做一个背书。香港中评社指出，美国国防部过去曾兵推过18次，全部输掉。这次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兵推结果为何会变成惨胜？显然，这是一开始就已经预设了立场的兵推，漏洞百出，充满欺骗。在西方有很多的智库，每一个智库都代表不同的利益群体。对于美国的整个决策层面来讲，兵棋推演的结果或者智库的建议啊，并不会影响美国方面的这种相关的这个策略。反过来说呢，倒是有些情况下，美国方面是先定下策略，可能再由智库出来发声。上个月底，美国通过并签署2023年国防授权法案，其中包含大量涉华消息条款，并极力渲染所谓中国威胁。而涉及台湾部分超过50页，为史上最长篇幅，不仅包括对台军事援助、军事贷款、给台湾以非北约盟友的相关待遇，而且企图将台湾打造成美国军备库，达到以台制华目的。分析认为，美国智库和军方的兵棋推演都是在美国试图遏华的战略背景下展开，这次也体现出与新版国防授权法案内容高度重合。据报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兵推结论称，美军惨胜需有4个必要条件，包括台军必须坚守阵地，美军必须迅速参与直接战斗，美国必须能够利用其在日本的基地进行作战行动，美国必须能够在中国防区外迅速一起打击大陆舰队。对此，岛内军事专家指出，第一个条件就是要台湾向美国购买反登陆装备。上个月底，美宣布新一轮对台军售，要卖给岛内火山反坦克布雷系统，以提升台军所谓不对称反登陆战力。此轮美向台湾地区提供火山车载型陆上机动布雷系统与相关设备，总价高达1.8亿美元。预计该笔军售在1个月后正式生效，这是拜登上任后第8次对台军售。火山布雷系统是冷战产物，这种直接布撒到地面的地雷暴露在外，其实并不难排除。而大规模的布撒将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未爆地雷，严重威胁岛内居民的生命安全。此外，还有岛内媒体曝光，由于美国军工产业产能不足等原因，美国积压了近19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没有交付。这次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兵推也对此提出强烈批评。